大家好，我是素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不能忽视的重大变局：韩国换总统了，李在明当选，意味着韩国经济路线可能会左转。这不光是韩国的事儿啊，更是中国、亚洲乃至全球市场都需要关注的金融变量。我们今天呢，就来讲清楚3个问题：第一，李在明是谁？和前总统尹锡悦相比，他的经济主张有什么根本的差别？第二，韩国经济现在处于什么位置？有哪些系统性的风险正在累积？第三，未来它的政策对中国、亚洲乃至全球投资市场会带来哪些冲击？韩国总统李在明是谁？李在明呢，出身韩国工薪家庭，是标准的草根左翼人物。他这次的胜选啊，其实背后有深层次的民意。我们来对比一下李在明和前任总统尹锡悦的政策主张有什么不同？尹锡悦的政策主张呢，首先是轻市场、低税收、亲美国。李在明主张呢，要干预市场、高税收，同时呢，对美国呢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对中国呢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进行合作。所以呢，李在明他在具体的措施上主张建设公营租赁房，推进全民基本收入，增加民众的福利；而对企业，他要抑制财阀的垄断，提高资本利得税，加强反垄断监管。对外呢，中美之间它不再选边站了，而是倾向于务实的经济合作。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，谁跟韩国合作有更多的好处，他就要亲谁。那这跟之前尹锡悦时代的亲市场、亲美、亲财阀的右派路线可以说是完全相反。我们可以这样讲啊，李在明是韩国政策大逆转型的人物，而不是温和派的接班人。韩国经济真正的问题呢，不是总统，而是它的系统性结构已经透支了。很多人不了解啊，韩国经济看起来很繁荣，其实呢风险等级极高。给大家几个数据啊，第一啊，就是韩国家庭的居民负债比上 GDP 的比例，现在已经达到了110%了，这个比例是全球最高的。第二是韩国的出生率，现在每一个妇女一生当中只出生0.78个孩子，是全球倒第一。第三，70%的韩国的就业掌握在10大财阀手中。我们熟知的包括三星呀、现代呀、SK 等等，都是韩国财阀的代表。过去10年，韩国首尔的房价上涨超过80%，而青年的实际收入呢，却是一个停滞的状态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现在的韩国是一个人口萎缩、债务高压、财阀集权的国家。韩国的经济实际上极其脆弱。所以这次李在明为什么能赢？因为韩国的中产的金融感受早就比 GDP 数据差远了。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，李在明的政策不是是非题，而是再定价的信号。我们分3个方面来分析啊。首先，我们来看韩国的房地产市场，持有税和房产税上升，加大公营租赁房的供应，这个供给要多，贷款要限制。好了，那大家看一下，所有的这些政策将会导致一个什么呢？韩国的房价承压，所以下行的压力就会比较大。因为现有的持有房子的人，要不然就会把这个税呢加到房屋里面去，要不然呢买房的人就会少了，所以房价会承压。所以如果李在明的关于房地产的这些政策全部落地，韩国的房价短期会承压，也就是会下降。那韩国的金融系统会紧张，因为大部分的韩国家庭都有房贷，而且房贷透支严重。但是长期来看呢，有可能促进租房市场的规范化，降低韩国青年上车买房的门槛。好，第二，我们来看韩国股市，在李在明这些新政的打击之下，短期肯定是承压的，但是未来呢，也可能会有重新估值的契机。因为过去的韩国呀，一直以来是一个高福利的国家，就导致政府的财政常年赤字。
那么现在李在明上台，一系列的政策会引起市场的担心，他的增税那就会打压企业的利润，企业的利润压缩了，如果打击财阀不彻底，反而会可能强化这些核心的财阀的地位。所以现在投资机构普遍的判断是，韩国股市短期内也会有剧烈的波动，但是这将是全球低估值市场当中最容易定价的新风口。第三个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外汇市场。李在明的对中国温和、对美务实的态度呢，会导致韩元短期内肯定会走强。但是如果韩国的财政赤字依然在扩张，那么韩元中期贬值的压力呢依然是存在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关注韩元对美元的汇率是否稳定在1300之内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风险指标。那你可能会问了，我又不是韩国人，为什么要关心这件事儿呢？第一呀，韩国是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核心。你像 SK 呀，还有三星啊，他们在 AI 芯片、HBM 存储市场都是举足轻重的位置。李在明如果提高了本地制造业的补贴，那对全球的 A 股和供应链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。第二呢，韩国的股市也是全球资金轮动流入的一个风向标。那我们国内的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一些 ETF 基金参与韩国市场的投资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港股当中和韩国有强产业链链接的公司，捕捉相关的投资机会。第三，就是中国其实处在类通缩周期的边缘，韩国的逆周期刺激政策未来也可能成为中国借鉴的实验田。